大家好，我是 Spencer，Gothic Idea 的创办人。我毕业于台湾文化大学，在台湾深造，然后之前是在香波美专读了1年的 Diploma， 然后后来还是向往大学的生活，就往台湾去深造了。然后回国以后，有幸在朋友的一些支持之下，然后创立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室。然后隔了1年过后，因为那时候接到了一些比较大的 case。然后自己本身再带着一个小设计没有办法再完成，然后就招了我的另外一个 partner Mr. Wu 一起进来，然后从一个小小的工作室慢慢的去做发展。然后我们很有幸的那时候跟了几间不错的印刷厂有做一个很好的结合，那时候的一个转捩点就是我们接到的Carrefour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很需要很多的这些flyer 跟 DM 这些东西，而且时间很赶，所以那时候就找了我的以前在美专的同学，就是我的 Mr. Wu， 一起就把 Carrefour 的这个 project 就完成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奠定了整个公司的比较稳定的一个发展，然后到后来就根据身边朋友的一些 network， 然后慢慢的涉入了这些当初的那些酒店业啊，那种 golf resort 啊，然后在过后还有一些做包装的客户来找我们。当初我们从不会做包装，然后认真的去把整个包装拆解过后，然后慢慢去研究，然后也走入了这个食品的这一行。也因为做得不错，也很认真，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很多印刷厂也介绍了很多不同的包装给我们去做发展。所以在10年前，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也做了一些不错的品牌出来。Gothic Idea 的早期是 Gothic Graphic， 所以在我们2006年过后，我们转成 Gothic Idea 了过后，我们就往品牌的这个部分去做发展。然后在市场上也有一些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所以也奠定了公司今年走入了一个26周年的一个阶段。今年年初，在通过一个新人的面试上，认识了这个学院Ego，所以在 Ego 的话，发现到我们同属一个单曼，可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透过这个新人的一个面试，也了解到整个他们学院上面的运作跟他们的作品，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有幸的在他们的学校的 Open Days， 好好的带着我的公司的团队去跟他们来做一个正式的一个交流，也这样子认识了院长 PC， 然后也透过他的一个解释，认识到他们办学的一种目的跟他们的宗旨。其实这样子的学院，在我们老一辈，说我可以算是一个老一辈的设计师，其实我们还蛮认同这样子的办学的方式。所以从对学生本身的一种基础的训练到整个审美跟美学的这种的熏陶，我觉得这个是塑造一个设计师一个蛮好的一个养分。所以这个东西也相对的在我新来的这个设计师新会的身上，我们也发现到有这样子的一种的DNA 在里面。所以当他来到公司在做一些训练的时候、培训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了解，新人其实来到我们的设计公司的话，几乎都需要到半年到1年左右的一种训练。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所谓的无缝接轨啦。所以如果说能做一个无缝接轨的话，其实对我们业界其实是一个蛮顺心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新会来到我们公司的时候，我安排他在一个 team 里面当一个最 junior 的 designer 的时候，我觉得虽然在很多的技法上面还不算是成熟，可是在创意跟 idea 上面其实是有的。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对设计师一个蛮重视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技法是可以透过时间慢慢的去训练。我觉得可能在以前Ego 学校的这个培养的这个部分训练的部分，其实这个东西还蛮符合我们业界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其实我自己本身在设计这个领域也打滚了大概26、7年。其实我自己本身就像是一个设计师一样，近代设计师从早期的传统到现在的数码设计，所以从早期的手工到现在的电脑绘图，所以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过了很多不同的时段跟很多不同的一种起起伏伏，所以其实说老实的，真的是要坚持到最后，其实还是要回到初心，自己本身对设计的那个热忱跟那个坚持。这个东西也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使命，就是也要做给我
公司的设计师，因为设计师也曾经问过我，老板，设计这份行业到底我40岁以后还能再继续吗？我也身体力行的告诉我的设计师，其实只要你不断的在你不同的时段注入一些动力的话，其实设计这个领域是可以永续发展的，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年代，它都需要设计，都需要创意，来带给这整个社会的审美观，也能解决整个在市场上面的一些视觉的东西。所以其实回到初心，然后对设计的热忱跟专业，其实专业才是促使我们可以把这个领域发挥得更好、走得更远的一个部分。对于一些新进设计师的建议的话，新进设计师一定要有自己的耐心。让自己慢慢的茁壮。其实这个东西是在每一个领域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东西是所谓能快速的成长。尤其是在我们设计这个领域，其实设计是一个很专业，不像以前我们早期的时候就说不会念书就去念设计吧，所以这个是早期的一些笑话。那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跟现在的时代里面，设计在整个大环境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新进设计师一定要有耐心。让自己好好的有养分的去往专业的这个领域去发展，所以专业跟创意其实才是设计本身应该拥有的最终的 DNA。所以对于新进设计师，绝对应该要有个耐心去承接这样的东西。好。